12月29號，正值中共宣布展開大規模圍繞台灣軍演之際，大批的中國網友在社交平台上發聲，表示願意自願前往台灣做人質，以完成所謂的統一大業，引來了不少網友留言附和，表示也願意前往。29號，中共東部戰區發布消息稱，自30號起將實施環繞台灣的實彈演習，並劃定7個演習區域，使台海局勢進一步升溫。在軍演消息公布的同一天，許多大陸網友紛紛拍攝視頻，調侃稱自己願意赴台促統。有人稱，如果無法完成任務，就願意留在台灣做人質，永遠不再回大陸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2月29日，本人實名向國家申請且自願立下赴台促統志願狀，我願攜全家赴台撮合統一大業，去說服台灣當局，讓他們徹底回歸祖國懷抱，實現祖國統一。如果完成不了此任務，我願意攜全家作為人質滯留在那邊，永遠不回來為祖國人民添堵。申請日期2025年12月29日。我自願冒死去台灣，找到賴清德，當面說服他回歸我祖國大陸。如果做不到，我甘願在台灣做人質。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。這些視頻迅速在大陸社交媒體上走紅，評論區裡也出現大量留言，我也願意當人質，這種好事全世界人都想去。這些評論折射出大陸民眾對台灣及兩岸關係的真實心態。儘管中共長期煽動民族情緒，以武力威脅台灣，鼓吹所謂的統一，但在高壓統治下生活的普通大陸民眾，內心深處其實更向往台灣社會的自由與開放。不少大陸人之所以想去台灣，是因為中國經濟下行，失業率不斷攀升，許多人都面臨着失業、降薪和房貸壓力等多重的負擔，尤其是年輕的一代。據中共體制內人士透露，中共內部已將失業青年可能發起的抗議列為了明年最大的風險之一。27歲，98年的，今年被裁了。上午剛收到通知，下午 HR 就找我談完了。剛聽到新消息那下，心裡猛地一沉，嘴上強裝鎮定談權益，腦子其實一片空白。不是說裁員是中年危機嗎？怎麼我這年紀也趕上了？說實話，我好像就沒順過。20年本科畢業趕上疫情，連畢業典禮都沒返校參加。22年碩士畢業，找工作難道像大海撈針？好不容易進了大廠，每天都在焦慮裁員和低績效。2年換了3個老闆。博主感嘆，身邊同事一個個的離開，工作越積越多，讓人難以承受。上個月為了趕工，他甚至熬到了凌晨2點。沒想到這個月所在部門突然間被裁撤，他本來一直為裁員焦慮不安，真正來到那一刻反而是不害怕了。工作快滿3年了，他也想趁機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之前發過賣房虧損的視頻，有人還覺得我是引流，我倒是真的希望這件事情沒有發生在自己的身上。其實比房子虧損更難的是，我和我老公目前都是失業的狀態。對，我們就是現在這個大環境背景下很典型的一個中年返貧的家庭案例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也正在經歷房價暴跌或者是失業啊。今天就聊聊我們的情況吧，希望能安慰到正在焦慮的你。我跟我老公之前都是在北京的互聯網大廠，也不算1線大廠吧，算2線大廠。博主回憶道，她和老公是2023年下半年一起辭職的，原因其實很簡單，老公長期高強度加班，身體開始吃不消了。有一天早上，老公醒來以後，突然間全身動不了，心臟難受，緩了好一陣子才勉強的起身。2個人當時都被嚇壞了，以為是心梗，立即去了醫院。檢查結果顯示，心臟確實有些小毛病，但是不算嚴重。不過呢，這件事給他們敲響了警鐘，還勸老公，要不你先休息一段時間吧。老公辭職以後，他自己也辭職了，夫妻倆輕鬆愉快地玩了半年，到處旅行。沒想到後來大環境一路下滑，等他們旅遊回來，才發現工作已經是很難找了。原本他們一家條件還不錯，夫妻2人在北京大廠上班，有房有車。可如今呢，房價斷崖式下跌，資產大幅縮水
兩人還双失業，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低谷。我被裁员了，没敢告訴他。早上送他出去上班，他以为我也去上班，他一如既往高高興興的去上班了，而我卻灰溜溜的原路返回，沒有目的地。30歲突然失業，我覺得自己好失敗。平常這個時間應該已經在公司開始工作了。老婆外出掙錢，我來收拾家務。一個小家需要2個人共同維護，既然出不了錢，那我就出點力吧。我可真是天生牛馬逼，根本閒不下來。90後滬漂夫妻雙雙被裁員降薪，面對每月8000元房貸，到底是賣房止損還是咬牙硬扛？我和老公都是普通大專畢業，2016年從河南老家來上海打拼，滬漂5年時間，精打細算，好不容易才湊夠首付款。21年花200萬在上海買下了現在這個不到60平的小房子，一室一廳有獨立的廚房衛生間，雖然面積不大，卻五臟俱全。想着孩子終於不用跟着我們，因為房東漲房租再搬來搬去，可以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。但萬萬沒想到，如今受大環境影響，2人面臨雙雙被裁員的失業危機。降薪後這幾個月工資拖欠，遲遲沒有發放，8000房貸壓得喘不過氣。博主坦言，如果現在把房子賣掉，可能會賠掉他們在上海打拼10年來攢下的全部的積蓄。可是呢，如果不賣，又擔心再撐幾個月就會因為斷供而被法院拍賣。他向網友求助，到底是該及時賣房止損，還是咬牙繼續撐下去？你們覺得該怎麼抉擇呢？我可能要住不下去了，在出租屋躺了216天，每天花費超過10塊錢，靠着之前的積蓄還能這樣過3個月吧。低欲望的日子早已適應，只是燃氣和電費總讓人心疼。洗澡從1天1次改成了2、3天1次，白天盡量弄開關，自己動手做飯，確實省錢。有時候1天只吃1頓飯，雞蛋5角，麵條2塊，加點青菜，就是滿足的一餐。不運動，物欲也淡了，身體反而更輕鬆。人生不過3萬天，不急不躁，順其自然吧。36歲大廠裁員，本月零收入，卻收到了開發商催促拿房的通知書。2024年，我負債200多個，咬牙買下了這套學區房，只為孩子能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。如今，房貸、契稅、維修基金、物業費，每一筆都是不小的開支。買下這套房後，有朋友問我，房價一直在跌，你後悔嗎？我說，如果要後悔的話，我只後悔在房價飛漲的年代，我還沒有畢業，沒有踩準房價帶來的資產紅利，也沒有趕上未來教育普及的時代。我的孩子依舊要面臨中考分流的篩選。博主徵求網友的意見，如果你有一個即將上小學的孩子，你會拼盡所有為他買一套學區房嗎？有網友留言，會，因為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。有人說不會，因為房價高得不合理。也有人說呢，想買但買不起，想放棄又不甘心。你睡了一下午，醒來的時候黑漆漆的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抬頭望了望，窗外天還沒有完全黑，四處摸了摸，在枕頭下找到了手機，看着屏幕上一條消息都沒有。你問我什麼是孤獨，我想這就是孤獨。我準備斷供了。在2019年10月份，我在許昌東區買了套房，當時首付30萬，貸款90萬，總房價是120萬，到現在還了將近5年的貸款。之前月供是5400多，利率降了之後還4000多，5年了，還了差不多接近30萬。但現在我再看一下，居然我的本金還不到10萬塊錢，我的首付沒有了，還的10幾萬的利息打了水漂。小區現在和我一樣的戶型也就賣個80多萬。博主無奈地說，他的工作不穩定，連下個月能不能拿到工資都還沒有把握。孩子上學又處處需要花錢，壓力越來越大。按照現在市場價賣房，他最多就能賣到80多萬，剛好把銀行貸款還清。這樣算下來呢，他等於虧了80多萬，還不包括裝修、稅費、維修基金以及各種雜費。如果把房子賣掉，全家都得跟着他搬家。孩子上學也會受到影響，他坦言自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在北京買600多萬的房子，對於我們這種農村出來的人，還要養育4個孩子，除了高興以外，更多的是壓力。我們買這個房子的時候，趕在了房價高峰期，最貴的時候買的。那時候是為了老二能轉來北京，必須是自有房，不得已買了這個房子。當時買房的時候，
就只看了这一個樓盤就定了，也沒有人跟家裡人說，我爸爸媽媽、公公婆婆都不知道，貸款了很多錢，怕家裡人擔心。後來又裝修了，我們也提前還了一部分貸款，稍微寬鬆點的才跟老人說。有了這個房子，老二順利的轉來北京，不用做留守兒童，老三、老四也能用這個房子在附近上小學。博主說，為了還房貸，他們一家人一直過得很節儉。她老公那件羽絨服，從買來穿到現在已經有好幾年了，也捨不得換新的。她坦言自己沒有學歷，這些年一直在家帶孩子，沒有收入，房貸幾乎全靠老公一個人撐着。雖然老公常常安慰自己沒事兒有我呢，但她心裡始終是不踏實。每個月2萬的房貸壓在頭上，讓她感到壓力很大。不過呢，她也說，雖然現在日子緊一點，但夫妻倆都不懶，只要肯一起努力，相信生活不會一直這麼難。81年45歲，失業半年多了。今天找了3家公司，也都被拒了。原因呢，很簡單，年紀大了。打開招聘軟件，不是保安、快遞、家政，就是外賣、滴滴。也許45歲這個年紀已經被貼上了標籤，我們只能勝任這份工作。如果45歲的我們真的一直不被職場接受的話，那也只能走創業這條路了。可是到底能做什麼呢？簡單介紹一下我個人的一個情況，這也是評論區大家所關心的。那我是做互聯網開發的，在這一行的話做了有15年，有一些存款，但是這個存款並不多。那如果不工作的話，也就能維持2到3年這個樣子。然後是有車貸，但是沒有房貸，這也是不幸當中的萬幸啊，就是前幾年沒有在深圳買房。在疫情前其實差點都付了首付了，是後面房價再一輪暴漲後，我就放棄了這個想法。所以是非常慶幸啊，就是如果說我現在有這個房貸壓力的話，那我估計我會過得非常的慘。我就是那個月薪2500，在哈爾濱一個人帶着2個兒子，靠賣保險生活的90年的小寡婦。我當時印象特別深刻，我是2020年11月1號那天，在哈爾濱江北萬達用2個小時花了138萬。買了一個120平3室1廳2衛的房子，當時我首付28萬，每個月還貸款要5530，根本沒多想，就尋思能夠還房貸攢點錢。博主小咪回憶道，誰能想到2024年5月，她的丈夫突然間意外離世了，那時房貸還剩102萬都還沒還清，可房價卻是一路下跌，房子市值只剩90萬左右，每個月5000多月供壓得她喘不過氣來，權衡再三，他最終選擇把房子賣掉。隨着2026年腳步逼近，中國社會不安情緒正在升溫。據海外媒體透露表示，中國內部已將失業青年可能掀起的抗議列為來年最主要的風險之一。據自由之家旗下易言網的統計，2025年第3季度，中國共記錄到1392起抗議事件，比2024年同期增長約45%。參與者主要是工人、業主和村民，也包括家長、學生和投資者。從地區來看呢，廣東抗議人數最多，其次就是河南、湖南、河北和山東。曾經長期協助農民工維權的深圳人士王剛表示，有許多返鄉青年回到老家才發現土地被承包，根本找不到活兒。回城以後呢，又領不到工資，只能睡在街角，一天靠幾塊麵包撐着。有學者提醒，如果社會長期缺乏正常的表達渠道和緩衝的機制，各種壓力可能會在沉默中不斷累積，並在未來以更難以預測的方式爆發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